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大天使给你的关于未来的爱情讯息和爱情指引啊。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四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啊。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可以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宝剑五，代表的是你们在过去经历的一场离别啊。那这张牌代表的是渐行渐远的关系。你们会发现，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告别，然后有不断的去赶一趟又一趟的列车。有的时候你们会因为走得太久，而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而第二张牌呢，代表的是在未来你们会迎接到的一个竞争很激烈的考试啊。这张牌代表的是，或者说这张牌也代表的是你们正在处理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塔罗看来，你们周围有很多消耗你们自身能量的人和事，你们自身的状态啊，可能在当下也会有一些混乱。你们会感觉到自己做什么都不太对啊，或者说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太大的兴趣。你们想要努力改变啊，却感觉不到内心的热情和动力。你们感觉自己陷入到了一种负面的模式当中，害怕面对过去，难以活在当下，同时又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担忧。你们感觉自己很累啊，有的时候你们想要休息一下，但是因为对于未来的恐惧，你们又不敢让自己松懈下来。而第4张牌星币3，代表的是在未来你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示和表现自己。那这张星币3代表的是你们在学业和事业的发展上会结识到更多的人脉，而这种建立更多的联系会给你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而接下来的这4张独角兽神谕卡是关于那部分你们值得期待的未来。第一张牌 Freedom， 你们在未来会得到更多的自由啊，代表的是当下你们是受到束缚的，受到限制的，是不自由的一种状态。那么在未来你们会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而这种选择的权利也意味的是你们的人生会多出一些你们从未想象过的可能性。对于你们来说，自由是独立，不依附，不恐惧啊，而这是你们在未来会达到的状态，真正意义上的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你们不会再被周围的大环境和身边的人所推着向前走。那别人告诉我们的那都是别人的经验，我们要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体验。但是自由的这个过程从来都不容易啊，它不是一个姿势，也不是一个手势。自由需要我们永恒的克服重力啊，挣扎着向上飞行。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接纳原本的自己啊，但是永远不要停止学习和成长。而第2张牌呢 Innocence，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关于你们的未来其实并不是说走向复杂。对于你们来说，成长的意义是让你们能够重新抵达天真，重新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只有我们足够强大，拥有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才有可能保护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份纯真和我们要坚守的底线。那未来的你们呢，在看到生活的真相后，会依然选择重新拥抱生活，热爱生活。而在那刻我看来，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第3张牌呢 Hope， 希望啊，人类所有的勇气都来源于我们对未来的渴望。所以说也正因为你们对于未来的憧憬和期待，能够让你们在当下，在未来做出一个看起来很叛逆的决定啊，去突破现在的这种正处在瓶颈期的你们啊。你们要相信自身的理想主义必然会得到宇宙的馈赠啊！命运的钥匙其实就藏在你们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当中啊！第4张牌的 Receive， 接纳。接纳是一种带着感恩的心态去全然的体验当下的每一个时刻带给你们的惊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本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没有的，所以说往后每一天我们其实不是失去，而是得到。带着这种心态去看待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你们会得到一些不同的体验和感受。所以说当你们不想接纳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很多细节会推着你们走向另一个方向，而接纳一件事情的发生，反而会让这件事情的发展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同时这种接纳还意味着是
在未来你们会接纳自己属于自己人生的剧本啊。那古希腊哲学家艾比克泰德曾经说过，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拿着并非我们所选择的剧本，我们能做的只有演好我们手上的剧本。那这种接纳呢，其实并不是听天由命，而是能够更好的接纳我们的现状，去创造真正属于我们的未来。那接下来的这4张月亮神谕卡呢，第一张牌是 Demeter，德米特女神啊，象征的是丰收，也就是说，在那个你们值得期待的未来当中，你们会收获到一段满意的关系，一个满意的自己，一个满意的人生。而且呢，德米特女神是女性的保护神啊，也就是说，抽到这组牌的女生，你们是受到额外的庇护和保佑的，大天使在照看你们的每一步。第二张牌 Responsibility 啊，责任。现在的你们正在负重前行，你们身上寄托了周围人对你们的期待，你们也对自己有很多的期待和要求啊。在负重前行的过程当中，你们会慢慢的体验到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承担责任的过程当中，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重担，还有关于未来所有的希望。只有在背负责任和希望之时啊，你们才能够感受到生活当中那些令人惊叹的美好。你们不会把问题的责任交给外界，而是在未来试着从自己身上找出原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真正意义上拿回属于自己的力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重新找回自信，你们会学着不再对自己苛责。当你们开始真正爱自己的时候，你们才明白，其实你们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你们得以平静。而这种状态就叫做自信啊 ，confidence。第4张牌呢，音乐家。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啊，在未来可能说音乐是你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元素啊，可能说你们自身非常的热爱音乐本身，或者说你们未来会从事音乐方面的相关工作，而音乐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你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内心当中的平静。你们要相信啊，你们的人生正在动荡中不断的向上生长，未来的世界有你们所热爱的一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呢，第2组牌的第1张牌星币7的逆位，你们当下正处在一个瓶颈期啊，你们会觉得自己做了很多的努力啊，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在原地踏步啊。实际上这张牌代表的是在那个值得期待的未来，你们会迎来一个跨越式的突破和发展。那这7颗星币代表的是你们过去的努力所种下的种子正在慢慢的茁壮的成长。而第2张牌呢 Instinct 直觉啊，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那些你们一直好奇又有一些忐忑不安的未来，在你们心里能够隐约的感觉到它们是明亮的。现在的你们正在向内探索啊，从黄昏到黑夜啊，从黑暗的隧道到宇宙的尽头，你们在一站站的停留当中拥抱自己，看见自己内心的盔甲与软肋啊，完成从过去到未来的思考。而第2张牌呢，星币侍卫，你们手里捧着的那颗星币是你们自身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啊，是你们在过去的努力和坚持的过程当中正在发出光芒啊，这个星币它正在发出光芒，照亮你们未来的路。你们的人生在实现了某个突破之后啊，会突然的加速 promotion。你们的人生呢，会花大把的时间迷茫啊，但是最终会用几个瞬间去成长。而宝剑4呢，代表的是你们在当下可能会陷入到自我封闭的怪圈当中。那宝剑4呢，身下的这把宝剑代表的是你们没有释放的情绪和执念，在近期也会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你们需要特别的注意。而右边的这张月亮神谕卡呢 Isolation 啊，代表的是你们现在正在慢慢的把自己变成一座孤岛啊。当然一段时间的向内探索它是有必要的，它能够帮助你们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啊，但是你们也要在向内探索之后，让自己走入到人群当中去，因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你们能够建立联系之后啊，这种联系能够给你们一种勇气和力量，
这些关系它会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你们能够看到自己未曾看到的关于自己的另一面。那我们抽到的这2张牌呢，一张是圣杯2，还有一张是 opposition， 对抗。也就是说，在过去和你们曾经有过一些误解和矛盾的某个人啊，在未来你们可能会重新取得联系，并且你们之间的误会会冰释前嫌。而接下来的这4张独角兽神谕卡的第一张牌就是 strength， 力量。这种力量呢，是你们在未来会拥有的一种自我实现的力量。而这种自我实现的力量呢，其实是一种吸引力法则，就是接纳你们收到的指引啊，它是改变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当你们真正的相信改变它会发生的时候啊，改变也就会不经意间发生，并且呢，这种力量啊，是你们在未来身处于黑暗当中的时候，如果你们能够选择看到黑暗当中的光明，你们会把所有的在黑暗当中的力量汇聚到你们的手中，让你们做出突破和改变。而第2张牌呢是 possibility 啊，一种可能性啊，一种人生的可能性。不要给你们的生活下结论啊，也不要给自己的生活下任何的定义，依然保持全然的开放和可能性。其实可能性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词语。当你们能够认识到人生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时候，这种可能性代表的是一种流动。你们的人生的变化是在不断的流动的，你们会在最好的一刻变坏，但是同样在你们人生的低谷期，同样也会在最坏的一刻变好。那这种乐观的信念呢，会让你们真的在未来得到人生的不同的可能性啊，以及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当你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这本身就能够给你们某种激励，去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一个你们值得拥有的未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第3张牌呢是 support， 支持。这张牌代表的是在未来啊，那个值得期待的未来当中，你们是受到大天使的庇护和保佑的。在未来，大天使会照看你们的每一步，并且呢，这张牌其实也是你们要对自己说的，你们在当下要更加关注自我的感受。在自我关怀当中，我们得以理解自身所遭遇的苦难，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支持和关怀，陪伴自己度过那一段艰难的时刻。而第4张牌呢 ，prosperity， 富足啊，这种富足呢，富足的状态是你们在未来会不断显化的力量，代表的是周围的资源和机会正在加速向你们涌来。你们要相信的一点是，那些我们一直好奇而又有一些忐忑不安的未来，我们心里能够隐约的感觉到，它们一定是明亮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那我从第3组牌看到，关于那个你们值得期待的未来啊，是你们在经历了一个很艰难的阶段啊，或者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打击之后，在失去的废墟上重新把破碎的自我拼接起来，而建立了崭新的未来。那我看到的这张宝剑十代表的就是你们正在经历的一段格外艰难的人生啊。你们身上插的这些宝剑呢，是你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但是呢，那些看似负面的苦难都有其正面的意义。那些让你们遍体鳞伤的地方，未来也会变成你们最强壮的地方。而这张高塔牌呢，代表的是你们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一个让你们难以接受的结果，或者说打击。这张牌代表的是也代表的是分崩离析的关系，巨大的环境变化让你们被动的去做出改变。第3张牌呢，圣杯6，它代表的是一种成长啊。那成长就是克服过去的恐惧啊，并且超越创伤带来的痛苦啊，最终实现成长。我们从苦痛当中收回能量，不断的自我疗愈。在未来，你们最终会穿越风暴，成为真正的自己。而第4张牌呢，宝剑七啊，宝剑七代表的是一种逃避。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不想面对的事情在刻意逃避，也有一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和秘密啊。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而接下来的这4张月亮神谕卡呢，是关于那个值得你们期待的未来。第1张牌就是 mask，
面具。你们可能现在正在扮演一个不属于你们的角色啊，你们戴着一个不属于你们的面具，为了不招来异样的目光，你们做了很多不像你们的事情啊。这种不属于你们的身份，会对你们形成束缚和枷锁啊。你们戴上面具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未来，在那个值得期待的未来当中，你们会摘下这个面具啊，摆脱掉那个不属于你们的身份，重新做回真正的自己。而第二张牌呢 ，adaptability，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可能刚刚进入到一个新环境当中，对于周遭的一切还不够熟悉，但是未来你们会逐渐的适应这个新环境，并且走入到正轨当中。而第三张牌呢 ，passion， 热情。你们在当下可能感觉不到内心的热情和动力啊，或者说这种热情会被当下的环境所刻意的压制，但是在未来的你们啊，会重新焕发这种热情，伴随着压抑的环境得到一个改善，而这种重新焕发的热情啊，也会让你们做出一个非常大胆的，甚至看起来有一些叛逆的决定，会让你们打破你们当下所经历的这种不断重复和循环的生活。而第四张牌呢 ，Hera， 女神赫拉，相当于塔罗牌当中的女皇啊。女皇代表的是丰盛和富足，也就是说，在那个值得期待的未来当中啊，你们自身的特质会让周围的资源和机会加速向你们涌来。你们在不断建立新的连接的过程当中，会得到的一些意外的惊喜和收获。而之所以这种资源和机会加速向你们涌来，也是因为你们过去的努力和坚持得到了宇宙的回馈。这四张独角兽神谕卡呢，第一张牌就是富足啊 ，abundance。当你们能够克服内心当中的恐惧啊，就可以激发你们内心当中的感恩和富足啊。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会成为你们生命的方向。所以说，这张牌代表的是未来你们的心态啊，从匮乏变为富足的时候，你们就开始慢慢的进入到收获的季节当中。第二张牌呢 ，courage， 勇气。勇气能够帮助你们打破当下的重复和循环，结束这种不断轮回的重复的命运。而这种勇气也能够帮助你们直面自己啊，不对自己撒谎。你们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是你们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啊！选择生活与爱情的勇气，就是我们这组占卜的主题。第三张牌 Celebration 啊，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即将得到的一个结果啊。这个结果是你们过去一直以来努力了很久，所得到的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值得你们庆祝的消息啊。所以说这张 celebration 是大天使向你们发来的祝福。而第四张牌呢 intuition 啊，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的直觉，你们内心当中一直有一个直觉，那个直觉带来的声音，这个直觉啊会在你们陷入到低谷和困境的时候变成一束光拯救你们。那个声音来自于你们的灵魂深处啊，你可以把那个声音当成是大天使给你的帮助。有时候那个一闪而过的声音，也许会对你们的人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不要忽略它，因为那个声音带来的指引，往往是服务于你们的最高利益的，而事后也往往会证明那个指引是正确的指引。在那个令人期待的未来当中，你们会变得像云彩一样，被风吹过的地方就是你们可以成为的模样，而你们可以成为任何你们想成为的人。你们的未来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只需要做你认为对的事情，把结果交给时间，时间会给你答案。当你们的信念很深的时候，那时间就会变得很浅。在未来世界有你们所热爱的一切，请保持期待，保持相信。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四组牌啊。那在第四组牌当中，我看到了这张宝剑骑士啊。宝剑骑士代表的是未来，你们会为了某个目标而拼尽全力。只有当你们为了某个目标而拼尽全力的时候啊，你们才是生命的体验者、创造者。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活出最大的生命力。总有一天回首往事，你们会觉得那些奋斗的岁月是你们一生当中的精华。而第二张牌呢，星币女皇代表的是你们会全心全意的在接下来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啊。手中的星币是你们一直以来的努力和坚持，你们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第三张牌 Temperance 节制，
你们在未来会慢慢的延迟享受啊，克制自己的欲望。你们会发现啊，暂时的克制自己的欲望，反而会在未来得到更多。简单的欲望可以通过放纵来实现，而高级的欲望需要的是自律和克制。而第4张牌呢，宝剑9啊，代表的是你们自身的焦虑和浮躁而导致的失眠啊。最近的你们可能尤其的情绪化，过度活跃的思维能量会导致一些睡眠方面的问题啊。而接下来的这4张独角兽神谕卡呢，代表的是在那个值得期待的未来啊，你们会经历一个怎样的蜕变？第1张牌就是 Rebirth， 你们会在失去的废墟上重生。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啊，所以说你们永远都不会屈服于命运给你们的安排，你们会在浴火当中重生。第2张牌呢是 Beloved， 你们依旧是被偏爱的，被大天使所偏爱，在未来世界还有很多值得你们去期待的美好。你们值得爱，也值得被爱，你们是可爱的，也是美好的。而第3张牌呢 Intention 啊，保持你们对于未来的规划和意图，因为人都有自我实现的力量。当你们能够主动的去参与到这些生命体验当中啊，你们会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你会感觉到你们正在做自己啊。而所谓的自己，是我们过去所有生命经验的总和。如果说这些生命体验都是我们被动参与的，或者说别人意志的结果，那么我们会感觉我们没有在做自己。所以说在接下来我们需要唤醒自己的意志啊，去拿回属于自己的选择权。而第4张牌呢 Trust， 相信信任啊，你们现在处于一种非常不自信的状态啊，事情还没有开始就担心自己会失败啊，对于很多事情感到焦虑和恐惧，根本原因是你们对自己还不够自信。你们要保持全然的信任啊，这种信任是对于自我的一种信任啊，这种信任当中也有一种深深根植的希望感。从拥有信任开始，我们才能够获得那种深深根植的希望感。所以说我们在抽到的这4张月亮神谕卡牌面当中的第1张呢，就是 Wedding 啊，也就是说在那个值得期待的未来当中啊，你们可能已经进入到了一段幸福圆满的婚姻当中啊。而第2张牌呢是 Door，那么这扇门呢是通往幸福的大门啊，只不过为了打开这扇门，你们在过去做了很多的尝试，但是请你们不要放弃啊，因为往往是最后一把钥匙能够打开那扇门。而第3张牌呢 Investment， 投资。那出现这张牌代表的是未来啊，在那个值得期待的未来当中啊，你们可能会拥有很多的财富，或者说你们在未来赚的钱，你们会通过投资的方式来增值。而第4张牌呢 Visitor， 在未来你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来访者啊，他可能是一个贵人啊，桃花，也可能是一个久未重逢的老朋友。这个人的出现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去打破当下的重复和循环。因为你们当下每天的生活都一成不变啊，让你们失去了对于美好事物的敏锐的感知。关于走向那个值得你们期待的未来啊，其实你们不必行色匆匆，因为万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和规律。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走向那个令人期待的未来，我们只需要在原地做好自己，那个令人值得期待的未来啊，会向你们走来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